美国自由级滨海战斗舰能不能够退休成了大问题。美国打算让谁背这个包袱，让谁得利？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这段时间呢，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有个热点问题，就是2023财年军费怎么用。原计划呢是要退役的那些崭新的舰艇，现在还能不能退役？美国海军呢这些年造的新型舰艇好像都不是很顺，福特级毕竟是已经花了9年时间了嘛，一直在折腾，因为电磁弹射器的可靠性问题，迟迟不能形成战斗力。结果呢，特朗普每次一提到电磁弹射技术就说拆，换成老的蒸汽的。当然，现在福特级呢是应该已经弹射器过了关，可以战斗服役了。另外呢，就是朱姆沃尔特非要搞成个隐身炮舰，结果炮弹没有搞出来，朱姆沃尔特就成了一个退休干部。不过最近说是要返聘了，让朱姆沃尔特学习中国的055，去当成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射平台。不过呢，按照美国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展进度，不排除朱姆沃尔特有2次下岗的可能性。现在最尴尬的，也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里边争论最激烈的，要说还是自由级滨海战斗舰。美国海军原来计划是在2023年退役9艘自由级，说实在不知道这些东西能干嘛用。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的说法就是，继续向一支不能帮美国海军解决中国海底威胁的舰队投入资金是不明智的。对于这些自由级，美国海军头疼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动力问题。滨海战斗舰在低速航行情况下是用柴油机，航速最高呢是12节左右。如果需要高航速，那么就要启动燃气轮机，可以让航速飙到45节。按照解放军的仿真计算，如果滨海战斗舰真到了45节航速，加上它的隐身设计，那么就算是不用别的干扰手段，就可以让主动雷达制导的反舰导弹命中率降低70%。但是呢，从2015年开始，美国海军就发现2种滨海战斗舰，不管是自由级还是独立级，动力机构都有问题，就是它的变速箱总是出故障，而一出故障，这些船就只能以12节以下航速慢慢航行。过去你像米尔沃基号、底特律号、沃斯堡号，现在是明尼阿利波利斯圣保罗号，都出过这些事儿。美国呢正在研究解决方案，造船的时候要安装这些变速齿轮箱很容易，但是修船的时候要在狭窄空间里边拆装变速箱那就难了。所以现在3个维修方案中最彻底的一个是要拆船的。12艘自由级滨海战斗舰要是都拆一遍，都换一遍变速箱，那需要 N 多年。关键是美国海军现在修船还要排长队，而且就算修好了又如何呢？美国海军说，这些船的反潜作战能力从设计上讲也是失败的，而反舰火力干脆是几乎为零。所以一种反潜基本做不到，只能发射10公里射程海尔法反坦克导弹，带着57毫米口径小炮的自由级，如果在海上遇到一艘中国的056，唯一的生存希望就是变速箱别出故障，这可是美国海军作战部不能忍受的局面。而美国海军计划2023年退役9艘自由级，加上其他的15艘船，还有几十架飞机，那么美国海军预计能节省不少资金，用于建造新的航空母舰，还有弹道导弹核潜艇。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本人是同意海军的要求，但是军事委员会还有拨款委员会这2个委员会偏偏反对这个方案，说只能淘汰4艘，还要保留5艘。说这些船虽然对付不了中国，但是可以去中东、欧洲或者拉丁美洲、南美洲执行其他任务。比如说自由级的苏城号就和多米尼加海军进行过联合缉毒行动。但是对此美国海军坚决抵制，坚决要把这艘船彻底抛弃掉。海军不仅不想继续留着这些船当负担，还打算说服国会说可以把这些船卖出去，比如说卖给南美洲国家，甚至有些议员还建议卖给台湾。不过美国海军养不起的，恐怕美国那些盟友更养不起。要知道，一艘自由级每年的维护费用是7000万美元，而一艘伯克级的维护费用才8100万美元。而美国国会有些人希望海军留着这些昂贵的装饰品，大概就是因为某些厂商打算继续挣美国这笔维护保养费。所以不管是留着还是卖出去，看来钱不是问题，让谁出钱才是大问题。好，关于这些最小年龄还不到2岁的 LCS 能不能够及时退休，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谈。